我们不久前发布了一期影视飓风是如何做商单的节目，竟然有400多万的播放，很多朋友也算是第一次了解到了 UP 主恰饭的详细流程。那其实我们在做商单之前 ，TVC 广告是我们团队主要的收入来源。我还记得影视飓风接到的第一条 TVC 是2018年的时候拉克斯给我们引荐的 LPL 赛季的宣传片。现在回看的话，当然有很多地方值得改进，但是确实是一个很难忘的经历。这么多年下来，我们团队拍了越来越多 TVC， 只是有很多大家不一定知道。那这个过程之中，我们有进步，也有踩坑。那刚好最近我们为《三国谋定天下》这款游戏拍摄一条有趣的广告，借这个机会，我们将带你来看一看一条 TVC 电视广告的制作流程和你可能会踩的大坑还有小坑，这些还是挺重要的。如果你要进入这个行业，想赚到你的第一桶金，这个视频相信会对你有一些帮助。做一条 TVC 广告，其实和 UP 主做一期商单的视频在流程上是大差不差的。那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UP 主服务的是你作为观众，既制作视频又充当媒介来发布视频，而 TVC 制作公司说真的，他服务的只有甲方。这意味着你接下来需要比较卑微，或者说你接下来需要做的一切都要解决客户的需求作为核心目标，而不能自嗨。那一个项目的起点是一个注明了基本信息的叫做 brief 的东西，比如项目背景、项目需求、创意方向等等。那 brief 一般是不经由甲方来做的，而是由代理进行策划，并且给到制作公司。但这次三谋的甲方他就非常不一样，带着电脑直接冲到我们公司来了，说 Team 你们总喜欢整点不一样的东西，俺也一样。我们觉得游戏不该只有氪老玩的爽，应该让每个玩家都能在游戏里面找到自己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这个三谋有6大职业和真实战场策略，你看能不能整一点不一样的这种 TVC？ 我们说那也许我们可以做成一个真人版的这个游戏的演化，真人真职业怎么样？客户一听觉得非常好，就这样，于是我们就一拍即合了。这个 TVC 就有了个基本初步的这个意向，那接下来就可以坐等收钱了嘛。不要急，作为制作公司和 UP 主不一样，拿到品牌方或者代理需求之后，你先不要急着签合同。那个别无良代理商会用诱人的项目金额和品牌倍数撒网来吸引供应商无偿的干活，白嫖方案之后再用自己人来进行执行。这个在行业里面说真的是不少的。所以如果对方让你先出一个完整且详细的方案，并且没有给你任何承诺的话，影视行业真的很有可能存在骗稿或者赔标的风险，很难维权，你需要谨慎判断一下。此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就是打款的方式，这个行业里面很少有人分享，你可以做一个参考。行业常用的打款方式通常会有55、64或者334。那拿334来举个例子，就是项目开始前先付给你30%的预付款，拍摄日前再付你30%的中间款，成片交付之后再来结算40%的尾款。如果你不想把你的公司干倒闭，那你就必须要根据打款方式做好项目的现金流预估，这特别重要。比如一个预算100万的项目，成本预计是80万，打款方式是先付一半的预付款，半年内结算一半的尾款，听起来是还可以的，对吧？但是仔细想一想，这意味着你接下来1-2个月的时间砸在项目之上，要给大家发工资，各种别的成本还是都有的。但你没有别的收入，你还得多出30万的垫款，在半年之后才能把它收回来。万一尾款拖个1-2年也是会有的，1-2次就能拖死你一整家制作公司，这其实非常常见。所以避开了上面这些坑之后，你和客户可以签订一个制作合同，也可以先签一个意向合同，这两者不是一回事。因为有些创意在前期就要花费很大的精力，而完成方案之后，甲方突然不找你拍了，那恭喜你，你就又被白嫖了。所以签订一个意向合同，让甲方先付少部分的预付款，如果创意通过，项目可以执行，则这笔款项自动转化为拍摄费用中的一部分，这样会可靠很多。而万一不执行的话，这笔款项就可以做你的创意费用。那很多人会说，哎呀，你整这么复杂不累吗？对吧？ UP 主只要签一个合同就行了。其实很多看似完全没必要的流程，真的都是行业的血泪教训。所以真的不是制作公司为了显得很专业才这么做，多一个小的步骤就有可能少一个大的风险。那我想说这么多没有意义，我们也为你准备了一个合同的模板，这个是我们经过比较多验证还有法务校验的，这反正可以分享给你，免费，咱们的官网可以下载。那等到合同走完，制作公司首先需要找人、找导演、找制片、找摄影等等。这时候弹幕里面可能会问，这不就是个皮包公司嘛，对吧？你这个公司怎么只出个创意都没有人来生产？事实上，没有几家制作公司养得起完整的主创团队，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业务倾向，还有大量的从业者都是以自由职业的身份接项目，所以这个行业主要常见的都是搭班子的合作方式。
就像是一个自由人才市场，你项目需要什么人就去找合适的组成一个临时的团队，所以这很灵活，但是同时也意味着在 TVC 电视广告行业，这是一个完全的熟人市场。因为鱼龙混杂，很多制作公司都被各路神仙坑过。我举个例子，比如我遇到过就是完全不会使用跟焦器的焦点员，这产生的结果就是你整一条片子拍完，所有的焦点都不在，这种也是会有的，所以真的很恐怖。如果你是剧组的一员，请务必要对你的工作负责，否则可能很快就在行业里面传开了，那就混不下去了。那么临时组起来的主创团队，人都没有认全，你该怎么顺利推进项目呢？这个行业里面，主创们会通过一次次的内部主创会，围绕创意方向和可落地性各司其职，大家一起让片子从想法变得具体起来。那同时制片也会辅助推进项目的落地，还有这个成本的把控。那这个过程就像是一张打了马赛克的图片，上面的细节变得越来越具体，直到完全展现在你的面前。那对了，这时候还有一点和 UP 主做商单一样的点，就是你得时不时同步最新的进展给客户，因为你是做 TVC 广告，你需要更加及时的同步给客户。如果闭门造车，可能最后你会发现你拼了老命付出的努力，从一开始方向就是错的。客户只要一句话，不好，我不要。作为 UP 主，你还能争辩一下；作为 TVC， 你就是小丑。那我们内部颗粒度是对齐了，客户该怎么把控片子？你怎么样让客户来确认他不会反悔呢？这里我们会涉及到一个叫做 PPM 设置前会议，这个特别重要的会议的用处。这是拍摄前最后一次品牌公司、广告公司、制作公司都会参与的大会。那我们拿一份 PPM 文件来举例，文件一般包括导演分镜、摄影参考、音乐方向这些内容来呈现你成片的画面，还有声音大概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是演员提报、服装、道具、场地，最后是时间节点。然后像音乐、演员、服装这种，一般都会提供2到3个导演精选后的选项给甲方来选。那我们也为你准备了一个 PPM 模板，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去影视飓风官网免费下载。那 PPM 敲定之后，主创们会再开一次内部会议，沟通最终的执行细节，比如梳理细致时间节点，什么内容需要提前准备，特殊镜头的实现方案等等，确保在执行上要万无一失。这时候特别考验制片的能力。那么接下来就到了1天能当3天用的拍摄日。有一位广告导演分享过一个想法，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前期策划阶段是在创作，而到了拍摄还有后期，其实都是生产。你不能说一辆车到了生产线上才开始琢磨这个车门应该是什么形状的，所以这一点特别重要。那这次三谋的 TVC 拍摄前一天，造型老师和演员会提前进行妆造，然后发给客户定妆，美术道具组提前在片场进行陈设还有置景。比如像这个东西，这个三谋游戏里面把辎重运送做成战争里面至关重要的一环之后，玩家就不再是传统策略游戏里面这样简单的拿兵去对撞，他们可以放火拦路、劫辎重、以弱胜强，这是游戏的亮点玩法之一。所以我们也把游戏里面辎重车当做重要道具来1比1的还原了出来。还有马场要提前喂饱马，告诉他们要听导演的话。那至于导演和制片的话，则会把控这一切的内容来进行落地。拍摄日需要注意的细节，其实说真的也非常多，因为1天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你经不起再多1天的拍摄，日程都会排得满满当当。尤其是如果涉及到艺人或者明星的话，耽误一下真的会把公司卖了都赔不起。那比如艺人供你拍6个小时，是从他踏出家门就开始算的，实际可能也就是拍2个小时，那你就要提前准备好肤色、身高、体型差不多的模特来做光替，然后当做 demo 版的艺人，把所有的戏全部走好，点位定好，等艺人来了再按照预演的这个镜头迅速搂一下，多搂一点都是赚到。说真的，艺人就是这样，相对来说还是挺难拍的。那另外，如果拍儿童戏，小孩的戏份比较重的话，可能就要把小孩双倍分甚至3倍分，就差不多样貌的小孩同时备上2-3个，在片场等着候补，防止有小朋友累了或者闹脾气了，这样可以有人顶上去。那再比如监看区和商务车的座位安排，最好要把客户和导演是分开的。这个我想我不用解释为什么，但是制片一定要考虑到这一点。总之，拍摄日的几位负责人要考虑的相当周全，面对各种突发的情况，做决定也要非常的果断，要结合当下条件，迅速做出最优解，然后安排团队来落实下去。那对了，如果客户在拍摄现场盯片的话，一定要有一个人专门对接这个客户，因为遇到1秒钟能问10个问题的甲方，会非常影响主创在片场的注意力。但是你又不能把客户丢在那里不管，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所以有这么一个清楚项目细节、专业能力、沟通和判断能力都不错的角色，来这里对接甲方，把他压制住，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这里我们就得夸一夸这次我们三谋的甲方，他们对我们很信任，重视导演的每一个建议，甚至最后一场戏是跟我们一起商讨了一个更加出彩的结尾，比原拍摄的脚本要升华很多。然后我觉得最好的一点是做决定非常的果断，使整个制作过程效率都会拉得很满。那沟通过程之中能感受到三谋的这些人员对待游戏设计也非常的认真，很尊重玩家的想法，并且这也是整个游戏的设计理念。所以拍完之后，我们就进入到了这个后期的流程之中。在经过了 DIT 数字影像工程师给素材进行基础的备份、分类、转码之后，剪辑师会按照导演的要求进行粗剪，把该放的素材全部都放上去，做好基础的画面和音乐，出一个叫做 A copy 的版本，给客户确认整个片子的基调，用哪些素材，还有基础的剪辑节奏。简单来说就是只看一个剪辑框架。那如果一个片子后期流程比较复杂，你需要专门再雇一个后期制片来管理整个流程。在各个部门分别完成自己的工作之后，剪辑师会把这些内容重新汇聚到一起，最终输出符合要求的格式，这样一条完整的 TVC 广告就做出来了。那这次成片我们采用了伪一轴摄影的技术，通过复刻三谋游戏视角的方式来讲述一个乱世中的小人物为了填饱肚子参军出征，却无意间扭转战争局势的故事。内容虽然简单，但这个呈现形式我们觉得还是挺特别和有趣的。如果你想看最终成片的话，可以去三国谋定天下的 B 站官方账号下面去观看。其实 TVC 制作的坑，我们再出几期视频也讲不完，这里面有太多细节可以分享，所以我个人的建议就是听的再多，不如自己多参与几个项目，哪怕你只是一个小的职务，抱着学习的心态去学一下，我相信你也能够慢慢入行，也能够进步得非常的快。所以这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看，也再次感谢三谋品牌方的大力支持。如果你对三谋这款不一样的战争策略游戏感兴趣，他们已经公测了，欢迎你去体验。如果这个踩坑主题你还想看下一集的话，也欢迎给我们点赞、投币、3连转发，对我们非常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次再见。